哎，钟情阿姨啊，我跟你讲哦，这个民调数据显示呢，这个大部分的新加坡人的睡眠自理量呢都不达标。那怎么定义睡眠要好嘞？一觉到天亮喽，大家都是这么说的啊。那每个晚上要睡几个小时嘞8个小时喽，大家都是这么说的。你什么都大家说，你可以听专家说吗？我知道，所以这一集我们要聊的就是睡眠的重要性。睡不好带来的影响，你真的清楚吗？褪黑激素是什么？它如何帮助我们入眠？可以用什么方法改善睡眠质量呢？补眠有用吗？时差怎么调？还有中医食疗和穴位介绍。全在这一集的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有一个针对全球45个城市的调查显示呢，我们新加坡是全世界睡最少的第3个国家。真的吗？那我要回家睡觉了。Good night。刚加入豪门是吗？啊，不想干了哈？开玩笑而已，看不出嘞，真的。OK， 我们马上有请中央医院睡眠中心处长廖亮在高级顾问医生，欢迎，欢迎，还有香云姐姐范觉明、陈丰燕，欢迎，欢迎，来，请坐，请坐。哎呦，3位都睡得很好哦，今天健步如飞哦。OK。好，告诉你们，如果睡得不好的话，隔天我拍戏呢一定会 NG 100次。真的吗？我一定会讲错，因为记不了。是，这是跟年纪大有关系吗？不是，我怕睡不够。年纪大的在这里。香云姐呢？香云姐，睡眠对我太重要了。如果我一不够睡，我会觉得精神差啦，头痛，然后呢，我会觉得我好像要生病了。如果我的睡眠质量差的话，其实隔天早上起来，我就整个精神是处在一个惊慌、比较恍惚的状态，很没有安全感。对，而且我的脾气会非常暴躁。啊，香云姐坐过来一点。我已经他好像他睡得很好，睡得很好。我们安全。是，那想请问医生一下，就是说睡不够或睡不好会造成什么影响对身体？睡眠对身体很重要。如果睡不够，我们可以聊一下它对身体有8个范围的那个影响。那第一个是什么？一，生理修复。因为我们身体的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细胞、血管，都是要在睡眠的时候呢，才能够进行那个修复。所以如果睡不好，那个心脏病、高血压、中风这些的风险都会提高。如果睡不够的话，皮肤会增加有皱纹、水肿、黑眼圈之类的问题都比较多。那第二呢？第二，无法集中精神和影响记忆力。我们每天所有的精力，所有学习到的新的智能，其实是储存在我们的短期记忆里面。OK， 然后要把它从短期记忆，变成到我们的长期记忆，其实是需要在深睡的时候，一些特别的脑电波经过处理，才能够达到这个效果。简单的说，就是说你要睡得好，然后白天在学校听老师讲课。那就到了晚上你休息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入脑的意思。对，OK。所以请问医生呢，如果睡不好的话，对人体还有哪一些影响？睡不好还会影响发育。我就是睡不好，最好的人。我从小都没有什么睡，长不高，怎么还长不大？因为那个成长激素是 growth hormone，大部分都是在睡眠的时候，那个头脑才会分泌。难怪说小孩子一定要一直睡。对。好，那还有什么影响？是认知功能降低。如果睡不好，就容易做出错误的判断。因为很多像研究都显示，睡眠不足呢，有可能提高交通事故的风险，高达7倍。是，我发生在我身上，因为有个时候拍夜戏，对，然后拍到很晚，然后又是很多吵架的戏很多台词，拍到回到家里，其实很累了，然后还在想台词。我下去我家里的basement考，我撞墙。早上睡2个钟头，起来要去上班，起来又是撞同样一堵墙。然后我老公说，以后你拍戏啊，做夜班啊，不要驾车，真的哦，因为我没有精神。那一般上人类需要睡多久的时间？大概7到8个小时左右。所以有一些成功人士说，我睡4个小时就够了，早上起来还去跑完步回来，我要看报纸，看完报纸我要上 email 什么，那时间好像只需要睡4个小时。不过其实这些人呢，如果经过临床实验考测的时候呢，他们大多数判断力
那个反应速度、认知能力，其实都大幅度的下降了。而且更恐怖的是，他们其实意识不到他们已经有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睡7到8个小时，我下午小睡一会儿可以吗？有帮助吗？有补到吗？有帮助，最好是不要超过1个小时。新加坡国立大学有针对一些缺乏睡眠的年轻人进行一项研究，发现呢，如果你让这些年轻人小睡15到30分钟，其实他们的学习能力还有短期的记忆力，甚至长期的记忆力都有所改善。那睡眠不好的第5个影响是什么？暴毙风险增加，严重的睡眠不足呢，可能会导致心脏衰竭。去年有一项新闻报道，有一位大学生在一个网络的公司做直播的，他连续4、5天没有睡觉，甚至在他暴毙之前的那一天呢，连续做直播打游戏9个小时，然后隔天就暴毙死亡。所以真的是不要小看这个睡眠哦。对，那我们还有第6个影响是吗？对。影响性欲和性功能。哇，性荷尔蒙是男性荷尔蒙，叫做 testosterone。OK， 对。如果睡眠不足呢，这个荷尔蒙下降呢，就会使男性跟女性的性欲还有性功能都会下降。第7，发胖。如果睡不够的话呢，我们的身体会对某一些食物产生更高的食欲，比如说不健康的食物，高脂肪、高碳水化合物、甜的食物。不够睡的人，他们发胖的风险呢，可能高出38%。我的1%，厉害耶，38%，哇，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嘞。最后一个是会影响心理健康。有一项那个研究显示，睡眠不足的人跟睡眠充足的人相比的话，他们患得那个抑郁症的风险高达5倍。哇，天哪！患有抑郁症的人，如果睡不够的话，他们的抑郁症的症状会特别严重。哇，所以说真的是睡不好，从头到脚都会受到影响。工作多啦，功课多啦，生活目标很多，所以呢，大家宁愿牺牲这些时间呢，就是睡觉的时间，去完成这些事情。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的身体就只有一个。正是有一项2024年全球睡眠的调查就说了，近40%的新加坡人呢，每个星期只有1次到3次睡得好而已，而且呢，影响睡眠最大的原因呢就是压力。所以我知道有些人在睡觉之前呢，他们会泡脚啦，或者是静坐，或者是点这个薰衣草的精油，让自己的精神可以放松下来，缓解压力。其实我在中学时期开始，偶尔就会滴几滴那个薰衣草的精油在我枕头上，嗅进那个味道的时候，就觉得身体放松的状态了。有一些是那个睡眠的喷雾啦，或者是保健产品啦。也有，因为薰衣草呢可以帮助我们放松心情，缓解压力，让我们睡得更香更好。最重要就是大家要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方法来帮助你入眠，最重要。好，那广告回来呢，钟医师也会分享他们的看法。欢迎曾清亮医师加入我们的讨论。是，欢迎。你好。怎样？最近睡得香吗？还不错，刚刚从欧洲回来。你是用什么方法去调整时差？可以借助科学的方法和休闲按摩，比如飞行当天最好是有作息要规律，不要熬夜。那么在飞机上呢，尽量减少那个停止那个的电子的设备，好好的养神。重点就是不要吃太饱，因为吃太饱撑了坐了也很辛苦。还有我是觉得避免饮酒。因为喝酒呢会影响到身体脱水，导致睡眠的质量会不好。所以在你登飞机之前，或者在飞机上的时候，可以按摩一个叫内关穴。我们是用3个手指，那么在握紧拳头有2个肌腱的缝隙，所以这个地方一个凹缝的一个缝隙，所以稍微在这个缝隙里面呢，稍微这样的一个的按摩，大概5到10分钟，轻轻的揉。就用酸胀的感觉就可以了。有，是会酸的。那医生有什么建议呢？就是在调整时差。那如果要从时差恢复过来，可以尝试第1服用褪黑素。那第2正常时间起床。第3早上要尽量接触明亮的光线，最少30分钟。还有第4呢，要尽量改善自己的睡眠卫生。那医生，之前我就是有吃过这个褪黑素，来帮助我入眠嘛。长期服用啦，褪黑素的话，会不会太过依赖它？其实是不会的。
因为那个褪黑素其实是我们自己那个小脑分泌的一种荷尔蒙来的，是，所以长期服用也不会依赖，也不会失效。这个褪黑素呢，在正常的情况下，是在天黑的时候，我们的小脑会自然分泌，到了天亮呢，它就会减少。这种荷尔蒙，它有助于我们的身体进入一种睡眠的状态，而且会帮助维持那个睡眠的质量。那为什么我们大脑会不分泌褪黑素，或者是分泌太少褪黑素呢？我们年纪增长以后，那个褪黑素才会自然的减少，或者如果有视觉问题，接触不到光线，也会影响到褪黑素。那老人家也可以吃这个褪黑素吗？可以的，其实，在老人家，那个褪黑素的效果，会特别好。那么褪黑素跟安眠药有什么区别啊？褪黑素是我们体内的一种自然的荷尔蒙，没有那么强的那个效果。安眠药是一种像镇定剂这样的药物，所以不要太依赖安眠药。是。那中医呢？中医是怎么看待这个所谓的睡眠的问题？中医很看重这个睡眠，认为睡眠是一个可以维持身体的气血的平衡，还有保护我们的这个精神的这个状态，安稳我们的情绪，同时加强我们的免疫力。廖医生，新加坡人最常见的睡眠的问题是哪一些呢 ？Yes，我觉得最常见的呢是睡眠不足，然后第二呢是很迟才睡，还有第三就是睡眠窒息综合症。所以说，你刚刚提到那个很迟才睡，就是我咯。那除了我之外，我觉得全新加坡人都是很迟才睡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对啊。这个其实我们没有做过临床的实验 ，OK， 调查，不过我们可以大家讨论一下了。是，我觉得网上就是有一种称呼啦，来形容这种行为，就是报复性熬夜。就是说我们就是早上我们工作啦，还要照顾孩子，晚上有可能到凌晨12点，我们才有时间给自己嘛。Me time。对 ，me time。所以到那种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不要浪费我这一整天，我要来给自己放松一下，做一些我自己喜欢的事情。真的。所以做完之后，我们看，时钟已经3点了，都差不多天亮，差不多天亮了。这一代人的想法，我孩子以前跟我讲，我说为什么你不要睡觉？他说我不要浪费我的时间睡觉。晚上比较迟回家，回到主屋区的时候啊，灯火通明啊，晚上都很亮，你不觉得是睡觉时间？所以你看这些新加坡人啊，太暗又怕有坏人，太亮又说自己睡不着。以上都是纯属我们个人的观点，但是我也觉得啊，很大程度上呢是新加坡人真实生活的写照。然后我们要怎么样才可以睡好觉呢？那我回头呢，中西医会告诉你 ，OK？医生和医师对于怎么睡得好这一块呢，是不谋而合的哦。是的，来，医生你先来，第一个 tip 是什么？第一，规律作息，指的是就算周末没有上班、没有上课呢，也要尽量定时入睡和起床。一定要同个时间入眠和起床吗？尽量。那我们从周日的早睡早起变成周末的晚睡晚起，会让我们的身体进入时差。那到了周日又要变成早睡早起，那又来多一次的时差，是会形成一种恶性的循环。那医师呢？医师的看法是怎么样？其实中医有一句话说，晚上不睡就耗伤阳气。那早上不起呢，就封杀阳气。如果阳气足呢，我们的身体就会健康，精力就会充沛，所以抵抗力、免疫力也强。同样的，相对来讲，如果阳气不足，我们就面对很多的疾病，面对很多的身体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就会出现。所以早晨阳气是最旺盛，而我们的身体的这个精气神也是最好的。所以到了晚上的时候，身体就开始放松了。这就是大自然和身体之间的一种的和谐共处，是一种的自然的生活的节奏和规律。可是我们年轻人都是很喜欢晚睡晚起，对，我们很讨厌早睡早起的。那刚才又讲成年人，现在讲年轻人，你到底是什么人呢？是你跟他讲不要讲成年人吗？OK，我都不客气了啊。 OK， 来，可能现在你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因为你们还年轻精力充沛这个阳气旺盛，但长远的下去的话，其实会双煞阳气。长久下去的时候，我们的免疫力就会下降，所以你会发现到很多的慢性疾病越来越年轻化。那从医师的角度，你认为说是几点睡跟几点起身是最好的？
早上5点起来是人体的阳气开始运动，是调动阳气是最佳的时机。不一定要5点起床吧？6点可以吗？6点半到7点半也不错。那至于晚上呢，我们觉得晚上11点之前入睡是最好，因为这个时候是身体休息的一个作息时间。中午11点到1点是人体阳气最旺盛的时刻，要午睡可以在这个时候是最好的。但是我们的工作的性质就是，有时候我们是真的是拍到凌晨2、3点才能放工，拍夜戏啊。对，所以以这种情况来说呢，我们真的还需要隔天早上5点起床吗？在一些特殊的环境的状况下，工作的需求或者气候的条件等等，我讲适当的做一点调整，那是可以的，那不是问题。其实是可以做一些补睡的，只要不要成为习惯。是。廖医生哦，如果我们要睡一个好觉，是有什么东西是睡前该做或者不该做的呢？很重要的就是睡前不要玩手机，因为那个手机的蓝光呢会压制我们那个褪黑素的分泌。我看电视也是啦，电视、电脑都会影响。到底睡前多久不能用这个手机？我是建议最少1个小时之前中医也是觉得睡前不应该玩手机吗？是的，中医说先睡心后睡目。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睡觉之前，我们的心情要平静下来。它这是一种的生活态度。这里讲的先睡心后睡目，不单只是说不要用手机，因为中医讲久视伤血，当你看太多的时候，会影响到你的血液循环。特别是你肝脏功能还有情绪，还有什么方法是可以让你就是有一觉好眠？就是晚上不过饱。所以中医说胃不和则寝不安，我们一定要逼迫自己在一个状况里面，可能这个 tea break 一个的午茶，到了晚上的时候就不用过于太饱了。我很同意那个曾医师的说法，因为吃太饱会造成消化不良、胃酸倒流，这些都会影响睡眠。还有晚上不要烟酒。可是医生，有时候我真的睡不着的时候，我一倒1小杯的红酒来喝，我觉得很容易入眠呢。其实喝一点酒的确是能够帮助我们入眠的。不过喝太多呢，反而会睡到半夜，容易就醒过来。那一醒过来就很难入眠了。喝太多酒呢，也会造成肠胃不适。我真的发现就是有时候喝了酒会就是睡得不好，很快就在半夜可能2、3小时就睡醒了。那烟呢？那个烟里面的尼古丁其实是一种兴奋剂。所以抽了烟呢，就会很难放松，很难入眠了。那还有其他建议吗？泡脚。晚上用温水来刺激我们的腹部的经络跟我们的穴位，调节我们的气血，缓解我们的疲劳，有助我们提高我们的这个睡眠的质量。那你建议是在睡前的几个小时前泡？半个小时前都不是问题，我说 OK 的。对，或者泡一个热水澡也行，因为泡澡能够帮助我们放松，能够帮我们的体温下降，就比较容易入眠了，对不对？好了，那以上就是给大家分享的好眠贴士哦，希望可以帮助到各位观众朋友们。不如今天晚上大家就试一试吧。哇，曾医师，今天为我们准备了这是什么食疗啊？今天为大家准备一个枸杞韭菜金栗蛋。那食材有哪些？食材有这一个的枸杞6克，可以养肝，可以改善我们的睡眠。韭菜它可以帮助我们柔肝。李时珍说它是肝之菜，所以对这个肝的这个调理是非常好。鸡蛋呢可以补充我们营养，帮助我们安神。所以这3个组合加起来的话呢，是可以抗疲劳，帮助我们改善睡眠的质量。医师，这个怎么做啊？你这个很简单，先把枸杞浸泡给它软化，那么再把这个韭菜切断，炒香，再把它拿出来，再放这鸡蛋还没有凝固的时候呢，再把这些韭菜的切断跟枸杞放进去，适当的加点麻油或者一些调味料，你们喜欢的都可以。我本身很喜欢吃韭菜，但是很多人不能接受它的重口味哦。那可以用什么材料来取代这个韭菜呢？其实还可以用淮山、山药，因为山药可以健脾养肝，或者用芹菜，芹菜可以平肝，可以清肝。是不是适合所有人？一般上这样的一个配搭适合所有的人，但是如果单当韭菜的话，就要小心火气比较旺了，就不是很适合。观众朋友们，如果想要知道这个制作的细节的话呢，可以扫描我们荧幕上的 QR 码哦。怎么样 ，Benjamin 觉得口味？可以打包回家吗？哇，医生怎么样？喜欢吗？很喜欢，很好吃。这些材料都很健康，而且营养价值很高。那医生啊，如果是睡眠时间到了还是睡不着，那该怎么办呢？很多专家都建议，如果睡不着的话呢，可以尝试躺在床上，尽量放松心情，可以利用一些冥想
或者 mindfulness breathing 来帮助自己放松心情，让自己比较容易入眠。那医师，我们有没有什么助眠的穴位？有，其实我们有一个就是劳宫穴，手指握拳的时候，中指那个部位，这就是我们的劳宫穴。所以那么在沿着劳宫穴呢，按摩到我们的中指，从这个的劳宫穴不断的这样的用你的拇指这样的往前推，这样推上，往前推，对，往前推。因为这个中指中医说它是手厥阴心包经，所以通过劳宫穴来按摩你的这一个的中指呢，它可以改善我们的紧张和压力，使人感到放松跟舒适，而且可以促进身体的褪黑素的分泌，有助于改善我们的睡眠的质量。OK， 那医生，很多人都有这个睡觉的这个问题嘛，那么在什么情况之下才要去寻医呢？那我们是谈到一些睡眠的，我们称叫 red flag 啊。第一呢是，如果你的睡眠障碍持续超过一段时间，比如说1到2个月左右，而且严重到影响你的工作表现或者学业上的成绩，那就要注意了。还有，如果你的床伴发现你打鼾声特别大声，像雷公那么大声，甚至会呼吸暂停，那可能是呼吸暂停中止症的征兆。还有无法集中、情绪低落，驾车时候呢经常打瞌睡，哇，那危险。对，那就很危险。最后呢，如果床伴发现你在床上有一些异常的动作，拳打脚踢或者那个手脚一直这样啊，一直动，尤其是如果你已经患有高血压或者心脏病的话，而且这些病情呢有越来越严重的倾向，就要注意是不是跟睡眠障碍有关。我们作为新加坡人，除了我们要有效率之外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我们的睡眠这个问题。对啊，因为机器一直操作呢，都会烧坏，更何况我们是血肉之躯嘛，所以更加要爱惜哦。所以这一集呢，希望所有的建议你们都有听进去了，好不好？是的，也希望呢大家现在知道要怎么的好好的睡哦。是，所以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医师，谢谢，也谢谢我们的医生。当然也要谢谢向云姐，还有 Benjamin， 谢谢。那记得喽，下一集请跟我们一起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拜拜，你不要比啊，拜拜。